这是东野圭吾推理系列中最令人唏嘘的一个故事。一起看似平常的跳楼自杀案，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巨大阴谋。不看完你绝对猜不到故事的结局。好了，影片开始。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三人骑着车来到河边。他们是从小一直玩到大的好朋友。打野和杨子是一对情侣，春马则是他们中间那个显眼的电灯泡。这天，三人躺在河边的草地上休息。春马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杨子，内心的情感变得无比复杂。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好像对杨子也产生了好感。最终，春马还是没忍住，偷偷牵了杨子的手。就这样，喜欢上杨子成了他一生都不能说的秘密。转眼间来到学校，春马在仓库里收拾自己的东西。马上他们就要毕业，即将步入大学生活。杨子和打野的成绩很好，两人很有可能会去东京。春马看着三人的合照，不知在想什么。突然间，一个黑影从窗外闪过，好像是什么东西从楼顶掉了下来。春马下楼一看，结果发现打野躺在血泊之中，彻底没了呼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随后经过调查，警方认定这是一起自杀案件，因为所有的目击证人都表示，当时他们只看到死者一个人站在楼顶的边缘，随后就摇摇欲坠地掉下了楼。说完，春马立刻反驳道：“打野他是绝对不可能自杀的，因为他家境优越，长得又帅，还有一个可爱的女朋友，并且他最近也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所以说他根本就不可能自杀。”说完，画面一转，来到了打野的葬礼上，众人正在默哀。突然，一名女子瘫倒在地，杨子正准备上前询问，然而就在这时，他又站起身来，匆忙地跑了出去。女子是谁？她为什么会在死者的葬礼上晕倒呢？随后，葬礼结束，外面下起了暴雨。春马送杨子回家，这条小路他们三人一起走了10多年，如今却只剩下了2人。转眼间到了晚上，有人偷偷进入学校的更衣室里，用锤子砸开了打野的储物柜。隔天，春马和杨子看到了这一幕，正准备收拾的时候，突然杨子发现有一位女同学正站在窗外偷看他们，接着又慌忙跑开。收拾整理完之后，春马一个人来到了楼顶，他怎么都想不明白打野为什么会坠楼身亡，难道说他真的是自杀吗？正仔细思索时，突然间楼顶又上来一位女同学，看到春马也在上面，她转身撒腿就跑，一溜烟就不见了。这位鬼鬼祟祟的女生到底是谁？她和打野的死有什么关系吗？这部由东野圭吾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经典佳作，不看完你根本猜不到故事的真相。经过询问，春马得知了那个女同学的真实身份，原来女生名叫丽景，是美术班的。那天在打野葬礼上晕倒的人也是她，看来打野的死他一定知道些什么。随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春马将此事告诉了杨子，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杨子竟然认识丽景，并且还声称丽景非常的喜欢打野，每一次过节他都会给打野准备小礼物。说完，画面一转，春马来到美术班寻找丽景，想问她一些事，人没找到，却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春马走到窗户边放眼望去，结果发现这个位置正好对着打野跳楼的那个地方。接着他又发现旁边有一块画板被黑布蒙着，正准备揭开时，丽景以火箭般的速度从外面冲了进来。此时春马也抓住机会，立马问道：“打野坠楼那天，你在这间教室里面吗？有没有看到他坠楼的整个过程？”说完，丽景慌张的回应：“我不知道，我没看见。”春马正想继续询问，然而就在这时，杨子突然出现在门口，丽景也抱着画作匆忙的离开了。随后春马追了出来，不料刚下楼就看到一个男人正鬼鬼祟祟的拿着相机对着女更衣室偷拍。二话不说，春马立刻追上去，结果发现拿相机偷拍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班主任。一番询问得知，原来班主任欠了很多高利贷，急需用钱，于是催债人便告诉他，偷拍来的女生照片可以卖出高价。就这样，他没有任何办法，被逼无奈干上了这个勾当。接着班主任苦笑着说，或许自己真的不适合干这个，干一次就被抓一次，第一次被打野抓到，这次又被你给发现了。说完，春马一脸震惊，他还以为是班主任因为此事杀死了打野，于是便拽着他的衣领准备将他拿下。这时班主任才终于承认，自己只是去更衣室撬开过他的储物柜，并没有害过他，而撬柜子的目的呢，也是为了翻找之前被打野没收的偷拍照而已。说完，班主任还表示，打野坠楼的时候他有不在场证明，相机里的照片可以为他作证。春马拿过相机一看，结果还真是这样，打野坠楼的时间是3点整，当时班主任正在偷拍女生。春马仔细翻看着照片，突然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只见照片里丽景拿着一面镜子将太阳光反射到了对面，时间刚好是昨天下午的3点整，同时这也就说明了丽景亲眼看到打野坠楼的整个过程。然而他到底在隐瞒什么呢？打野的死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春马在照片上发现自己好兄弟跳楼的时候，丽景就站在对面的窗户边，拿着一块镜子，不知道在干嘛。为了弄清楚这一切，春马来到美术室找丽景，准备当面质问她。然而刚打开门，就被一束光刺的眼睛都快要瞎了。随后春马走近一看，原来是窗台上摆着一面化妆镜。看到镜子，瞬间春马就想起了那张照片，于是他学着丽景的样子，将光反射到了对面。看到这一幕，春马终于明白了所有的一切。然而就在这时，丽景突然出现在门口，
看到他们拿着镜子在窗户边做实验，便知道自己已经露了馅，二话不说转身就跑。春马和杨子一路追着他来到了楼顶，最后在春马的不断逼问之下，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案发当天，丽景透过窗户看到打野正站在对面的楼顶，于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丽景就用镜子将太阳光反射到了打野的脸上。就这样，打野因为阳光过于刺眼感到一阵眩晕，随后就摇摇晃晃地掉下了楼。真相就是这样。说完，丽景打算跳楼自杀去陪伴打野。此时杨子突然在身后大声喊道：“不是你的错！”春马见状立刻冲上去将丽景救了回来。争执中，丽景再次逃跑，不料脚一滑摔下了楼梯。就这样，他被救护车给拉走了。事后，杨子伤心地说道：“虽然打野的死是丽景一手造成的，但是他并没有什么恶意。”随后两人约定将此事隐藏在彼此的心中，不再谈论。转眼间过去了1周，丽景也转学了，只留下那张被黑布盖着的画板，上面的打野笑得格外灿烂。至此，你以为案件的真相就是这样吗？不，真正的反转才刚刚开始。时间来到1年后，今天是打野的忌日。春马拿着鲜花来到学校的后山祭拜，考上东京大学的杨子也来到了这里。两人一起走在那条熟悉的河边小道上，聊着最近1年发生的趣事。然而就在这时，春马又讲起了打野的死。他询问杨子，还记得在天台阻止丽景跳楼的那一次，你大声喊道不是他的错，那么这一切是谁的错呢？还有打野他为什么会站在楼顶的边缘？说完，杨子意味深长地看着春马，犹豫片刻后，终于说出了当年打野坠楼的真相。原来那天打野将他约到了楼顶，声称要和他一起报考东京大学。然而杨子听到后一脸震惊，因为他是为了摆脱打野才选择去的东京，在他的心中早已经对打野没有了任何感觉。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打野竟然也要跟着他一起去。事到如今，杨子说出了心里话，向他提出了分手。对此打野死活不同意，并且还站到了楼顶的边缘以死相逼。极端的行为让杨子感到非常的害怕，他怕以后再也摆脱不掉打野，害怕打野还会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威胁他。正想着有什么办法时，突然杨子看到了一束光，于是他就顺水推舟指着光的方向，让打野回头去看。就这样，打野失足掉下了楼。这就是案件的全部真相。杨子眼含泪水哭着说道，他之所以想和打野分手，是因为那次在河边的草地上躺着休息，春马偷偷牵他的手时，他才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喜欢的人不是打野，而是春马。说完，春马悲痛欲绝。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青春时期的懵懂爱情引发了一场不可挽回的悲剧。东野圭吾的故事就是这样，深究人性的同时，让观众们在恶的行为中又看到了一丝善，真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啊！影片中谁最让人可恨呢？留在评论区，咱们下期再见，拜拜。